Hello，各位老铁，咱们今天来聊个大新闻。科技圈刚刚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，主角你可能觉得有点老派，但这次他可是结结实实的秀了一把肌肉，说的就是甲骨文。这家公司在很多人印象里，可能还是那个做数据库的传统巨头，有点像个武林高手，虽然名声在外，但似乎已经不问江湖事了。可就在最近，这位高手突然出山，一出手就震惊了所有人。甲骨文对外宣布，他们签下了一份年度收入高达300亿美元的云服务大单，300亿还是美金，每年这是什么概念？这个数字简直就像一颗超新星在夜空中引爆，瞬间照亮了整个云计算的宇宙。要知道，甲骨文现在整个云基础设施业务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aaS，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甲骨文对外出租的那些超级计算机和存储空间。它过去一整年的全部收入加起来也才100多亿美元，现在仅仅一笔合同，未来的年收入就直接干到了300亿。这简直就像一家生意还不错的连锁餐厅，突然接到了一个订单，要求他为全世界每个人都做一份晚餐，而且是年年都做。这笔买卖的体量直接碾压了他过去所有的努力总和，你说夸张不夸张？这事儿最吊人胃口的地方在于，甲骨文把这个大金主的名字藏得严严实实，就是不告诉我们是谁，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，像一部悬疑大片的开场，引得整个行业都在猜，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手笔，能一口气签下这种史诗级的合同。绝不可能是无名之辈，这背后可能是一家顶级的 AI 公司，需要海量的算力去训练它那些越来越聪明的 AI 模型，就像要喂养一头吞噬数据的巨兽，普通的饲料根本不够。也可能是一个国家级别的主权云项目，要把整个国家的关键数据和应用都搬上云端，这需要的就不是一个机房，而是一座座由服务器构成的钢铁森林。这种级别的合作更像是一场世纪联姻，双方不仅是客户关系，更是深度捆绑的战略同盟。甲骨文的首席执行官，也就是 CEO， 那位叫卡兹的女士，说话也是底气十足。她说，这只是公司2026财年，也就是他们财务计算年度的一个强劲开局而已。她还透露，除了这个300亿的巨无霸合同，他们还签了一堆其他的大单子，而且他们最核心的看家本领，那个甲骨文数据库，即便运行在别家，比如亚马逊或者微软的云平台上，带来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0%。这个数据库你可以理解为甲骨文的独门秘籍，一个超级高效、超级稳固的数据管家，几十年来一直是全世界许多大公司的心脏。现在这颗心脏在别人的地盘上跳动，还能给甲骨文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，而且增速惊人，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不可替代性。所以你看，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故事，它更像一个宣言，是甲骨文这位昔日王者在向全世界宣告，云计算的牌桌上，他不仅没有离场，反而带着一堆王炸回来了。过去我们总说云计算是3巨头的天下，亚马逊的 AWS 像个经验丰富的开拓者，最早占领了广袤的土地；微软的 Azure 像个手握政企资源的贵族，稳扎稳打；谷歌云则像个技术天才，不断用创新吸引用户。甲骨文在很多人眼里就像一个迟到的玩家，步履蹒跚。但今天这个消息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拥有核心技术的巨头。甲骨文就像一艘巨型核潜艇，过去一直在深海前行，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但现在它浮出水面，露出的只是冰山一角，就已经足以让整个海平面为之震动。这份300亿的合同，就像是它发射的一枚战略级信号弹，它告诉市场，在 AI 时代，算力就是新的石油，而它甲骨文拥有巨大的油田。这笔交易预计要到2028财年才开始真正贡献收入，这说明它是一个极其长远的布局。
客户看重的是甲骨文未来能提供的稳定而庞大的服务能力，这让我感到未来的云计算战争将不再仅仅是规模的竞争，更是核心技术和为超大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能力的终极对决。甲骨文这一招无疑是给所有竞争对手上了一课，也给我们这些关注科技圈的人上演了一出最精彩的王者归来，咱们就拭目以待吧，看看这位老牌巨人接下来还会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